我们来看看最新的清华安富房价指数。在过去1年以来，不只是股市涨翻了天，连房价也翻了一番。特别是一些非都会区域的房价，例如苗栗上涨了27% 左右，嘉义上涨了15.8%，新竹上涨了15.2%，全国的平均房价涨幅高达11.66%。很多人都说，这是因为新青安优惠房价在推波助澜的结果。的确，新青安对过去1年的房价绝对是火上浇油。我的一些朋友虽然目前没有新青安的资格，但是都在想尽办法要分一杯羹。今天我们就来研究一下清流君的这支新青安必赔钱的影片，看看他的论点为何，也顺便聊聊我的看法。首先，新青安优惠房贷是相对于原本的青年安心成家贷款。我们来看一个表格就非常清楚了。新青安贷款的申请资格是年满18岁，而且借款人、配偶还有未成年的子女，如果名下都没有自用住宅的话，经过承办银行查证作为自用住宅来使用，就可以受理。几个重点分别是：第一个，它不限首购，它是以新贷户适用为原则，并不溯及既往。第二个，即使你是单身，也可以申请新青安房贷。第三个，它的最高贷款额度从原本的800万元上调到1000万元，多了200万。再来，它的利息补贴也多了1码。最重要的是，它的贷款年限从30年延长到40年，而宽限期从原本的3年延长为5年。顺带一提，我的一些朋友因为名下已经有房地产了，所以不符合资格，但是他们会想办法使用一些怪招，例如想办法去办假离婚，让配偶可以有申办的资格，或者让自己的房地产过户给自己的父母。因为新青安规定的是自己、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没有房地产就可以了，所以把房地产移给父母就符合资格了。在这边我们不多提它的细节。在看完清流君的影片之后，其实他并不是说使用新青安贷款来买房最后一定会赔钱，他只是把投资人分成了2派，一派是使用新青安去买房子，贷款8成，把新青安贷款用到极致；另外一派则是把资金拿去 all in 买股票。至于住房的问题，就用租房来解决。在经过40年的复利之后，用40年是因为它的贷款期限就是40年。得出来的结论是，把所有的钱拿去买股票，但是用租房的方式，最后的净资产会比你用新青安去买房要来得高。我们先来看他的一些假设。他所使用的例子是，投资人一开始有600万的资金，如果使用新青安买房的话，他假设购买的房子房价是2000万，头期款是20%，也就是400万作为头期款，其余8成全部用贷款来解决，剩下的200万要来支付中介费、交易还有一般的装潢费用。这个假设不算太离谱。贷款的年限设定40年，宽限期5年，把它用好用满。而房贷的利率分成前2年跟之后的38年2段式。从表格看起来，它使用的应该是固定式的利率。另外，它还预估了0.4% 的税负成本，还有管理费，以及0.6%的折旧与维护费。每个月的保险费用，它估的是333元，看起来也还算合理。我等一下会根据它的这些假设做个表格，投资人可以自行去修改相关的设定。它这边使用的房价增值率是4%，是根据过去台湾房价的每年成长率预估的结果。Again， 你可以自行调整它的高或者是低。利用刚刚讲的房贷金额，也就是1600万，搭配利率跟宽限期，前2年每个月要缴的利息是23667元，第3到第5年只要缴利息是30333元，而从第6年开始要本利和一起还，这边每个月要缴的房贷就是55288元。在利率固定的情况之下，这边数字都没有什么问题。顺带一提的是，我原本以为贷款年限40年，宽限期5年，它的意思是5年的宽限期加上40年来做房贷偿还。可是实际情况是5年来还利息，剩下只有35年要还本利和。因为我没有使用过宽限期的房贷，所以并不清楚，这边给一般投资朋友作为参考。另外一边的假设则是把600万的资金全部拿去买股票，而股市的年化报酬是8%，同样是考虑过去台股的报酬率所得到的数字，应该相当具有参考性。如果你要修改这个参数也是可以的，不过同时间还要考虑租房的成本，因为要跟买房一族做比较，所以他这边的假设是每个月房租费用58333元。他的假设是相当于每年的租房费用是房价的3.5%，
这个数字其实是他试算出来的，在40年之后，两边净资产相差不大的状况之下，可以得到3.5% 这个数字。其实双北的租金并没有3.5% 这么高，据我所知，目前的租金跟房价比大约是1.5% 左右而已。他后面有再用2% 去做另一个试算，他同时也考虑到了租金会每年成长，所以设定了1% 的年化成长率。至于通货膨胀，它设定为2%，我觉得他并没有考虑进去，或者说两边其实都需要考虑通货膨胀率，所以最后都抵消了。我们来看看他做出的第一张图，也就是每年房租大约是房价3.5% 的情况之下，在经过40年之后净资产的比较图。从这个净资产比较图，你基本上可以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前面5年左右，这时候买股的净资产会比较高。最大的原因是，如果你用新青安去买房的话，在一开始就耗去了大约200万的资本，拿去付中介费跟装潢费用，因此新青安买房它的净资产一开始累积速度会比较慢一点。但是到了中间时段，也就是大约第6年到第27年左右，用新青安买房自住的净资产会高于买股。比较大的原因是因为买房开启了大约5倍的杠杆，所以资产累积的速度明显大于买股票。最后一个阶段则是从27年到第40年，买股的净资产又超过了买房了。你大概可以用2个原因来理解。第一个，买房族在经过20年偿还了大约1半的本金之后，杠杆的比重下降了，不再是原来的5倍杠杆。第二个原因是，买股的资产在经过20年的累积之后，每年4% 的优势也开始显现出来了。到了后面指数成长的优势会更明显。我根据他的假设做了 Excel 模型，但是我没有它的计算细节，所以模拟出来的结果并没有完全相同。不过大致上的趋势是符合的。你可以看到我做出来的图，也可以看出前5年大约是买股票它的净资产累积速度比较快，中间段则是新青安买房会比较快，但是最后阶段，也就是大约从27年开始，买股它的净资产累积速度要明显高于新青安。我们可以顺便看看两者的中值。买股票的净资产在40年之后成长到1亿3000万左右，跟清流君的图非常接近。而使用新青安买房自住的净资产，在40年之后也成长到了9500万，也是非常相近的。我在建立这个模型的时候，发现有些地方比较不合理，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现在先来看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参数，它的影响。刚刚提过，清流君的第一个图是假设月租金是58333元，大概就是房价的3.5%。你把2000万乘以3.5%，得到70万元，再除以12个月，每个月的租金就是58333元。不过，如果你有在租房子的话，就会知道双北的租金跟房价比不太可能达到3.5%。以我的经验，大概就是1.5% 上下而已。所以清流君的第2张图就假设年租金是房价的2%，得到每个月的房租是33333元，每个月的租金差异是25000元。1年累积下来就是30万元，这里他应该有把它投资到股票市场里，所以在第2张图的蓝色曲线里面，买股票一族，他的净资产一直都在新青安买房的上方，从来没有低过买房的投资人，甚至到了40年之后，他的最终净资产，买股票的投资人居然高达2亿2000万，远比新青安买房的净资产9500万要来得高。最后他的结论就是，如果你手上有600万左右的资金的话，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去抢新青安来买房子，反而应该把它投资在年化报酬率8% 的股票之上。至于房子，则用租来解决。在40年过后，你的净资产会比买房一族来得高。不知道你是否认同他的说法呢？我来说说我的看法。首先，我们先说买房的优点。买房的优点非常多。第一个，在买了房子之后，你有非常高的几率，几乎是100%会按时来还房贷。不管今天房子的价值是上涨还是下跌，时间到了，银行就会从你户头里面去扣款付房贷，所以这等于是银行在强迫你定期定额去投资。第二个，你不会每天去查房子的价格，想要今天把它卖掉，明天再用低价把它买回来，因为这样的机会成本太高了。所以买房子几乎会要求你 buy and hold， 而长期持有是投资最重要的技巧。最后，大多数人买房子都会贷款，这是生命周期法的最佳应用，也是银行最喜欢借款的对象。在年轻的时候开杠杆，随着年纪增加之后，杠杆会越来越小，这是非常完美的结果。所以，我们听到很多买房致富的故事，都是趁着年轻的时候硬着头皮扛下庞大的房贷，然后慢慢还款。
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就可以享受资产增值的丰盛果实。这些都是买房的优点。那买房有没有什么缺点呢？我扛着被骂的风险，硬是整理出了我心目中的几个缺点。第一个，年轻的时候如果被房贷绑住，特别是25到35岁的年轻人，在这个阶段的年轻人应该努力去职场上闯荡，甚至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台湾或是台北区域，哪边有机会就应该往哪里去。如果你年纪轻轻就买了房子，虽然已经晋升到有壳一族，生活看起来非常的安稳，可是你可能会错失一些机会，例如公司可能要你外派到国外几年，甚至让你永久居留在别的国家。所以如果你还有机会去闯荡的话，买房的时间可以尽量往后移一些。但是如果你工作稳定之后，就应该考虑定居的问题，也就是该要买房了。买房的第二个缺点是房地产的高总价，它的高总价会让你承担过大的非系统性风险。大多数人只会同时持有一套房产，少数人可以持有2套以上。这代表你资产的大部分都集中在一间房子上面。所谓的非系统性风险，就是整个社会或国家并没有什么状况，但就是那么刚好，可能你的房子被地震打击了，或者你居住的区域淹水了，又或者有其他因素导致只有你那个区域的房价下跌了。就像你买股票一样，单一公司可能会因为经营不善或者其他任何的因素导致公司的股价下跌，这是非系统性的风险。如果你可以同时投资到市值型 ETF， 同时持有几十家公司的股票，这种非系统性的风险就会被分散，你承担的风险只剩下系统性的风险，也就是整体股市下跌，甚至是全球经济状况不佳的系统性风险。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状况的话，最好不要去承担非系统性的风险。回到我做的这个模型，你可以根据自身的经验或者是预估值去更改参数，然后看看在不同的参数之下，买股票跟买房子两者的净资产的差异，也许你会有不同的感觉。不过我毕竟没有清流君他详细的计算过程，整个模型也可能会有一些错误，请大家在使用之后可以给我你的回馈。从参数设定这个表格可以看到，基本上新青安买房这边参数都有使用到，只有最后一个房屋卖出时的交易跟税负成本并没有使用到。而税负成本及管理费，还有房屋的折旧及维护费用，我使用的百分比是去乘以购买时的房价，也就是购买时的2000万，并没有随着房价增值而去做修改。投资朋友可以自行修改，比较一下两者的差异。而在右边的买股租房派，虽然有2个报酬率，分别是还款期间跟还款结束后，不过我在建立模型的时候，发现好像使用一个就可以了，所以在这里我只用到还款期间的报酬率。最后是通货膨胀率 2%， 我列在这里，但是模型里面并没有使用到。我根据清流君的影片得到了2张图，一张图是每年房租大约是房价的 3.5% 去做试算，另外一张图则是用房价的 2% 作为租金去做试算。唯一的差别是在第2个表里面，也就是 2% 租金的这个表，我把省下来的租金放回股票市场里面去投资，但是在第1个图表我并没有这么做，请投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这是为了让我的结果跟清流君的图表尽量相符。总之，我觉得买股票跟买房不见得一定要选一边来战。现在的先进国家都在疯狂的印钞票，持有现金长期看来一定会贬值，所以你要不然就要做股东，要不然就要做房东，才能让你的资产不被通膨给吃掉。如果要我硬选的话，我会建议年轻朋友在年轻的时候先买市值型的 ETF， 投资在股票市场里，在累积了一定的资产，而且工作相对稳定之后，接着去买房地产，2个都要才是王道。最后，如果你发现这个模型有错误的地方，欢迎你让我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如果你觉得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分享给更多的人。我们下支影片见。